蛇鳞，上次勘察竟未发现。宿命，好像不光有蛇鳞。不要慌，此蛇无毒，也不咬人，就喜欢缠绕。你千万不要跟它较劲，越较劲缠得越紧的。老飞，救我！此蛇定怕艾草。艾草来了，艾草来了！这蛇是怕艾草，可越熏它越烦躁。哎呀，安神，安神，安，沉香。艾草浓烈，与之相反的是温和的沉香。此蛇定喜沉香。宿命，蛇已经走了，你可别装了。宿命，哎呀，我不会把你害死了吧？这。2、3，不会呀，3下必行啊！哎呀，我可怎么跟樱桃交代呀？这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。哎呦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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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张三，你说什么？张三定是被这蛇勒死的，可他脖颈处的利刃伤是何人所为？按阿将供述，是红药。那他为何呢？哎呀，生死攸关，你不想自己还想别人，你的命要是没了，樱桃可怎么办呢？老板，再来一份。好，好，好，马上就好啊！哎呀，书生，别看了，实在忙不过来了。哎呀，你帮着招呼招呼也好啊。樱桃，梭山店暂且交给你了。哎，那边快一点！跟我走。哎，干嘛呀？人呢？老费，被我喝躺下了吧？还大唐境内没醉过，吹牛！我才是长安城内无敌手。7年前，大考在即，我跟几个同窗为了放松紧绷的精神，约着同去平康坊喝酒。我们是同一天见到红药，但红药根本就没正眼看过他，什么气宇轩昂、玉树临风之类的词，自然跟他没有关系了。来到长安赶考前，他就是个乡下的捕蛇人，他没钱更格外小气，你说谁看得上你？如此说来，红药与你在7年前
才子佳人，形影不离。故而当时颇为同窗们羡慕，自然也被他嫉妒了。你始乱终弃，你对不起红药。我是没带走红药，那是因为吏部全选考之前，我给主考官送了家乡特产。后来知道这事儿很正常，但当时是觉得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怕有危险影响仕途，所以任命一下来连夜就走了，没能把红药当成家眷一般带走，我也是有几分遗憾的。主要是当时年少，不懂得珍惜。孟不疑，红药又是怎么嫁给你的呢？使不得！好你个孟不疑，你就是乘人之危，才博得了红药的芳心。严君羡，红药险些为你轻生，你这么说不合适吧？没过多久，我就得到了户部的差事，抱着一丝希望去找红药。我就想，哪怕被拒绝，那也没什么。此生若是不能吐露心声，那才是最大的遗憾。没想到红药答应了，便将终生托付于我。哎呀，老飞，快过来看，这是蛇鳞。蛇鳞。那张三应是先被蛇绕了脖梗，之后才被剪刀捅刺，还是紫色的。恩师狄公传我验尸之术时，曾专门教我辨别天下毛羽、裸鳞介等各种动物。不过，到底有没有紫色的蛇，我这一时还真有点含糊。待我把这段看完，也许就有答案了。看完？我说，咱看志怪能不能换个地方？这儿阴气这么重，你不觉得瘆得慌？红药出身琵琶女，久在阁楼，那性子朗然，爱热闹。而我则是个漠然之人，故他嫁我没2年，我们就开始拌嘴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写志怪杂书之类的，神神鬼鬼的，更是少了人间情趣，所以我俩之间的磕绊就更深了。红药是幽州人，他来到长安后，直接进了平康坊，对京师其实很陌生。他曾叫我带他逛逛长安，但我怕花钱，就以公务繁忙为由推脱了。现在想来，真是不该。哼，你太不该了。有一阵子，我俩一吵架，他就去坊间的小广场给跳舞的人们弹琵琶伴奏，时间长了变成了习惯。对此，我很是担心。虽然跳舞的以女子居多，但围观的多是男子啊，所以我经常梦到他。故而心神不宁，都睡不着觉。哼，你是因为怀疑红药才睡眠不好，早知道我才不给你开什么方子。哎，知道事情原委，禁止互相诋毁。那我怀疑的有错吗？他回到长安后，经常假借拜访同窗之名来我家，那就是为了红药。红药能重新回到我的怀抱，那是因为你一直隐瞒官与吏的区别，以致红药非常生气。回哪儿？你再说一遍。回你的怀抱啊！我说重新回到我的怀抱，那只是打个比方，其实根本就没有的事儿。直到昨夜我去他家，也是因为红药求我，让我为他这个不争气的男人想想门路，帮他从吏变成官。谁信啊？就你说的这，你有必要脱鞋上床吗你？是，
我跟洪耀互诉衷肠，情不能已。我是脱了靴子，上了床。洪耀，我们离开长安吧，远走高飞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。怎么可能？你不做官了？为了你，我心甘情愿。这孟不疑不是叶迟吗？是啊，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快，进！快！原来你就躲在床底下，早知道我当时就应该把你救出来。进门的不是你，啊，是青龙坊卖羊汤的张三。我是听洪耀叫他张三来着。当时我在床底下发现自己的靴子没藏好。怎么是你？怎么没想到？还遇了别的相好啊？张三，你个臭赖，你给我出去！你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说我做什么呀？你再过来，我喊人了！你喊呀！我可有年头没听你喊了。想当年我张三有钱的时候，也包过你这平康坊的花魁呀。我已嫁作人妇，不再是从前。你若还不走，我报官抓你！报官抓我？啊？你别以为我想占你便宜，说正事，银子在哪儿？我男人就是户部小吏，哪有什么银子啊？你知道我不好护你，要是不说出你家银子在哪儿，想使我掐死你！你男人不是在攻陷叶池吗？我如花似玉的，男人自然不放心，每晚定时回来看我，要不然我怎么会给你开门？你要干什么？不可！我男人是户部令史，你若杀了他，你人头也不保，就没法再逍遥法外了。我躲起来。不可！这里，进去。别多嘴，否则我把你们俩都宰了。之后进来的才是你。待孟不疑走后，我就听见那柜子里叮叮当当的响，还有张三一直在低声嚎叫着，非常恐怖，以致我也很害怕。银郎，快出来！先。严郡县他招供了，就是他把洪耀拐跑了。你告诉我，你把我家娘子藏哪儿了？你还我娘子！孟不疑，我没拐走洪耀。昨夜他送我到青龙坊的小广场，让我先走，然后他就回去了。之后你再也没有见过洪耀？没有，我严郡县可是朝廷正官，这么丢人的事儿我都承认了，还有什么好隐瞒的？你觉得如何？这个案子很有趣，明处甚明，暗处甚暗。哦，明处甚明，暗处甚暗。说得好。严郡县和孟不疑没有一个简单的，他们好像都以据实招供，实则又有所隐瞒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也有如此想法。现在的证词中，他二人皆无实质罪证，只能放他们先走了。幸好你画出了洪耀的人像，我已下令附会了100张，分发给全城业职的差役，全力宣传。我知道了，是蛇。我初步推断啊，有一条紫色的蛇，在那个衣柜里袭击了张三，缠其脖颈，致其失去意识，并跌出衣柜故。张三
所持利刃上面没有血迹，只是掉在了自己身旁。一休神了，正与严君倩的供词对上了。我是听红药叫他张三来着。根据严君倩所述，张三在柜中仿佛正是与一条蛇搏斗啊。只是紫色的蛇，我平生闻所未闻呐。但这志怪上写了，有岛，名曰东夷，虽悬于海外，但历代岛主都自称是舜帝之后。岛上特产奇石怪树，上面还有很多种动物。岛上的人多断发纹身，精通诡异之术。开唐之初，武德年间，东夷岛主跋涉数月来到长安，却觉得没有受到鸿胪寺的礼遇，就怀恨在心，将所带之特产全都倒进了曲江。这里面就有极为珍贵的药材一品子。药材与蛇何关？就是蛇胆。这一品子既是药材的名字，又是蛇的名字。之所以价值连城，是因为此蛇胆必须活取，能解毒去疮自不必说，最关键的是，据说它还能让人起死回生呢。所以他们倒进曲江的都是活蛇啊？对呀。传说此蛇寿命极长，每条都能活到60岁以上。更奇的是，此蛇一到60岁，它的信子就会由红变紫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活取蛇胆才最为珍贵。我想起来了，绝不是传说，我的老恩师就曾经用过一品子，让一个行将就木之人起死回生啊！等一等，我记得严君倩还说，来到长安赶考前，他就是个乡下的捕蛇人。哎呀，看来我还得再去一趟孟宅，我要确定这张三之死和这个一品子有没有直接的关联。但这个孟不疑极难对付，即便张三真的是被蛇勒死的，他也不会承认与自己有关。毕竟青龙方靠近曲江，他会说是蛇自己爬到他家中的。对呀，既然真有这一品子，那长安最贵的药店肯定有线索。毕竟这些药店的老板都是最有钱的人，像这种能起死回生的药材，再贵都有人要啊。哎，还有，严君县本就是太医城，也许一品子出自太医署。那我们兵分两路。紫色的蛇见过吗？没有，没见过。见过一条紫色的蛇，据说每年开春，为了天子游春的安全，殿中省都会清除曲江畔的蛇类，抓到的有时就会就近送到药园。我是今年才做了太医城，监管此药园。上任不久，他们就转过来一条紫蛇，说是能入药，但我真不知该怎么用。那蛇呢？药园里没人会养，喂它它又不吃，过了段日子就不见了，当是钻了地洞逃走了吧。跟我走，你跟我来这边。请。陆参军，您还是怀疑我拐了红药？红药不是被我藏起来的，你们在药园里找又有什么用呢？他们不是在找人，是在找蛇。那条逃走的一品子有没有伤过人？没有，我们这儿离曲江不远，那里杂花生树，蛇应该是爬回曲江了。那条蛇丢失了多长时间了？2个月。我记得蛇丢的时候赶上孟不疑来，我正在给他开助眠的草药。盐城学医可有家传呢？那倒没有。那是拜了名师？也没有，缘分而已。这些年，我主政的那个县盛产天麻，每年进献朝廷，长年累月，我对草药也就有了些研究。新天子即位后，格外看重天麻，我这不就有机会做了太医城兼药园师。虽是8品，但视同5品，可着浅飞袍服，自配银鱼带，以至于更让孟不疑那小吏嫉妒我，冤枉我。我再说一遍，昨夜
我是和红瑶一起出的门，但他送我到青龙坊的小广场后就先回去了，他的失踪与我无关。你们再这么死活纠缠下去，改日我面见天子的时候可是要告状的。严城是在威胁我们呀！少时你陪天子读书，朝夕相处，最了解天子，他会不辨明是非，听信别人的告状吗？严城，我手下的人会仔细搜查药源，那条蛇会伤人，也是为了严城的安全考虑。当然了，你这药源房屋众多，万一隐蔽之处藏了人，严城没有发现，他们也会帮你找出来。告辞。卢参军慢走。老费，快点，把蜡烛拿过来。去高一点。这是蛇林，上次勘察竟未发现。宿命，好像不光有蛇林。不要慌，此蛇无毒，也不咬人，就喜欢缠绕。你千万不要跟它较劲，越较劲缠得越紧的。老费，救我！此蛇定怕艾草。艾草来了，艾草来了！这蛇是怕艾草，可越熏它越烦躁。哎呀，安神，安神，安，沉香。艾草浓烈，与之相反的是温和的沉香。此蛇定喜沉香。祖明，蛇已经走了，你可别装了。祖明，哎呀，我不会把你害死了吧？这。2、3，不会呀，3下必行啊！哎呀，我可怎么跟樱桃交代呀？这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。哎呦，行了，行了，哎呦，张三，你说什么？张三定是被这蛇勒死的，可他脖颈处的利刃伤是何人所为？按阿将供述，是红药。那他为何呢？哎呀，生死攸关，你不想自己还想别人，你的命要是没了，樱桃可怎么办呢？唉，若查药铺，其实不易。长安大小药铺何止100家，从何查起？
那就从西市查起，有家叫康灾药铺的，号称蛇胆全长安最全。二位买蛇胆呢？我们这儿最全了，要什么品相呢？一品子。啊，一品子啊，您确定？嗯，那得看你们带够钱了没有。开价吧。10万钱。但我们得先看看货。看货？嘿，这你就不懂行了吧？啊，想要一品子啊，得等。不会是没有，根本就是在骗人吧？绝不骗人啊！您先留下3万钱当定金，如果没有一品子，原数奉还。你可知那一品子是活蛇取的？原先不知道，也是这2天刚知道的。嘿嘿嘿。可是有人来卖过，何人？与你何干呐？啊，该不会你们也是开药铺的吧？嘿嘿，你们是哪家呀？在长安的药铺里边，我们康灾要说是第2，没人敢说是第1。就你们也想染指一品子这样的奇货，财力够吗？雍州司法公谢查案，从现在起问话需如实回答，不得有误。哎，如实。哎，客官，本店已经关门了，买药明天再说。我不是买，是卖。手上有什么好东西啊？只要稀缺，价钱好谈。一品子，我带了现货。哎呦，蛇！我们康灾药铺的蛇胆是长安最有名的，你取蛇胆来不就得了？你还带条蛇过来，要死人怎么办呢？卖金须向10斤价，看来你不懂，就算了吧。哎，等，我是不懂，但是有懂的呀。你若真想买啊，明天再来。那天我连夜请教了3位名医，有2位都说出来是一品子，我这才知道是奇蛇，而且要在活蛇身上取胆，药效奇特，能起死回生。第2天，哎呦，来了！哎呀，这个药1天3次，你回去按时服用。在这长安城啊，能收得起你这一品子的，也就我们康灾了。我可以给您出1万钱。5万钱，少了不卖。他呀，要价太贵，我讨价还价用了1个时辰。终于讲到了3万钱，但是我并没有立刻买下呀，我是怕万一卖不出去，砸在手里可怎么办？我就让他先带回去，约的是这月初10再过来，我也好趁这几天找找买家。你倒是个生意精。那樵夫的长相，你可记得？记得。描绘给我听，越详细越好。是。吃多了，走吧，也没什么好赚。主人，是你吗？主人，红药，是你吗？你藏哪儿了？吓死我了，红药！莫不疑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你个严君贤，你拐走了红药，你还不承认？红药现在何处？你快把它还给我！你可真无聊！你刚才还在喊他的名字，你就算红药来过又怎样？他走了，自己走的。你把他交出来，不然我打你！躲开你！
你疯了吧你！你私入药园，这可是给天子种天麻的地方，我随时可以把你扭送官府，让你连小吏都做不成。你还我！还我！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我告诉你，你身边那个仆人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还找不到红药，万一他把红药害死了怎么办？这就是你招惹那女子的结果，把她背到天麻地里埋了，那里有个挖好的现成的坑，还愣在那儿干什么？你这个没用的水鸡，是要将我为你谋划的前程毁于一旦吗？快点！见地儿呢，脸很白。不必画了。啊？是梦不移。 5万钱，少了不买。梦不移。宋明，你怎么了？义兄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，那条蛇差点勒死我。啊，对了，在屋里发现了一条一品子，勒死张三的一定是他。凶手是孟不疑，他曾向药店卖过这条蛇。错，要说直接凶手，只能说是那条蛇，对吧，陆三军？嗯，现在要查清蛇勒死张三是不是孟不疑预谋为之。还有一种可能，这条一品子并非是因张三才被养在家中，毕竟昨晚严君宪也来过。我虽然不太了解案情，但听着有点道理。只是孟不疑并未回家，也许仍在户部夜职。你终于来了。我来是告诉你，离严君宪远点儿。7年前，就是你拆散我和阎郎的吧？那时我常躲在角落里，你居然记得我？当然记得。主人，该读书了。我已准备好了。大考将近，不该温习吗？难道您忘了在岭南许下的宏愿？我该走了。
不叫严君宪接近你，是怕他沉迷女色，考不中进士，有错吗？做了官，便抛下了我，不辞而别，也是你的主意。是。又怎样？你个仆人，为什么要管你家主人的事儿？与你何干？其实最让我奇怪的是，你家主人为什么要听你一个仆人的话呀？这你不要问，对你不好。如何不好？性命之虞。如果非要问呢？把手拿开！我来本就是要赶你走的，不然就杀掉你。杀呀！愿意死在你手上。你原来虽然在暗处，却也一直在看着我。我和严君宪貌似情投意合，可谁知道，我心中其实另有他人。你走吧，再这样下去，会耽误严君宪的仕途。别提他，你难道还不知道我心中之人是谁吗？我与你第一次相见时，就已刻骨铭心。觉得你这女子太过美艳，会误了严君宪。那时，我只觉得你这个人太过木讷，根本猜不透人心。我不年轻了，情爱之事属于才子佳人，与我无关。你说谎竟如此坦然，你一定是经历过大风大雨之人。才子佳人不过是哄骗小孩子罢了。我嫁给孟不疑这些年，同床异梦，心里想的都是你。我猜你的过往一定惊天动地，对吗？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7年前我们初相遇之际，我出门前为自己算了一卦，卦上说，那天我将遇到自己一生中的真命之人。与你四目相对之时，我便认定了那人就是你。可谁成想，怎么一天都不回来看我？你可是后悔了？后悔？后悔当年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却仍躲在角落里。当年不叫严君宪接近你，我以为是自己怕他沉溺于美色，耽误了我为其谋划的前程。可现在看来，是已经将你
视为我的人。你与严君县在那偏僻小县做官时，可有梦到过我？还真梦到过，梦到你怪我棒打鸳鸯，还要杀我。那是因为我每天都梦到你，梦一次恨一次，怨念集结，才追上了千里之外的你。红药，你让我在1日之内改变了之前所有的想法。我苦心栽培严君县，并想利用他，成为长安的幕后之王。为此，我花了很多金银，更搭上了10年光景。可现在我都可以舍弃。我要带你走。我早就不想在长安煎熬了。那我带你回岭南，那里山清水秀，我家的宅子是当地最大的、最好的。家里的别院比太医署的药园还要大许多。我若同你回去，你能让我做那宅子和别院的女主人吗？当然。我说的是女主人。我明时此生从未娶过妻，回到岭南后便明媒正娶你。你就不怕我再看上其他男人，辜负了你？我若说出自己先前的身份，恐怕你永远都不敢背叛我。果然被我猜中，你的过去很了不起，但不是惊天动地，而是血流成河。那就更吸引人了。我愿意为你天天洗薄荷叶，让你嚼，你边嚼边跟我讲你过去的故事。要是真能过上这样的日子，就算死也值了。他怎么办？早就发现你了，你呀，永远都是只水鸡。小心点啊！何人？孟不疑，为何2次击鼓？我知道红药的下落了，在太医署药园。这些草药你也不用去外面买，待会儿让药园生帮你配好。哎呀，这多不好意思。客气什么？咱们是同窗嘛，这点情谊还是该有的。店长，店长，不好了，那条蛇跑了。蛇？哪条蛇？就是店中省送过来那条紫色的蛇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怪吓人的，丢就丢了。他自己跑的，我们也没有责任。做好记录，免得日后麻烦。好的，好的。我一听到紫色的蛇，就知道是一品紫。那药园外就是曲江，我想那蛇一定是爬出了药园。我就趁夜带着艾草去熏，费了我3、4个晚上的功夫吧，我就把它熏出来了。只是那蛇信子上是红色的，故儿还不到60岁，还不能取蛇胆。我就在想，我若要取到那极珍贵的蛇胆，还不知道要养它到什么时候。没想到前些日子，它竟然变了，变成紫色的信子了。有药铺的老板听闻，就愿意花3万钱买。
就是上尉交货，是西市的康灾药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卢参军已经查到并画出了你樵夫打扮的人像。严军县人呢？我家严城去南山采药了，说是要住几天。南山，这里的草药还不够多吗？我们也觉得奇怪，但就是这么说的。他带的谁？是仆人明石赶着车，应该并无他人吧？什么叫应该？当时严城在车棚里并未说话，而且要去南山采药，还是明石告诉我们的。我即刻去追。只是不知道出的是哪个城门。去南山，走的应该是……不对，去南山恐怕是个借口。现在怎么办？我可画出明石的人像。越快越好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事先将蛇放到衣柜里，又有意地灌醉了老书吏，赶回家中，原意应该让一品子对付严君宪吧？是。红药曾被严君宪抛弃过，后又为其轻生，虽现已嫁我为妻，但那严君宪回到长安后，他就勾引有夫之妇，这口气我能咽得下啊？那你怎么能断定那一晚严君宪会去你家？我察言观色呀。那我和红药毕竟也是7年的夫妻了，他要对我有所不忠，那我是能察觉的。只是我没想到，那天藏在柜子里的竟是张三。事已至此，你应把所知道的毫无保留的全都告诉我。我都说了呀。那我是哪儿露了马脚，会让你们去查那一品子？你的志怪笔记写的确实不错，不仅记载了一品子的来历，还写了其缠绕杀人的恐怖。当然，在你的笔下，一品子化为了穿紫衣的美艳妇人。原来你是看了我的志怪笔记啊！多谢你喜欢我的文笔。那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那书中其实还写了一个极坏的仆人，就是那严君宪身边那个叫明石的所谓的仆人，他才是大奸大恶之人呢。哦，只是不知道卢参军能不能找到红药，我怕再晚，那红药会死于明石之手啊。如果我的预感没错，你仍有隐瞒。你到底在隐瞒什么呀？我也毫无保留。雍州府查案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雍州府查案，可看到此人套着马车出城。这个人有没有出过城？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见过。没错，这个人赶着马车，半个时辰前出了东城门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果然不是去终南山的方向。幸好你很快画出人像，多谢喜君。留人何日归？将欲去过泪，洒自如相依。明良唱的真好听，可是累了，我替你赶会儿。你还会赶车？我们北地幽州人，不但会赶车，我还会骑马呢。好，那你来。
你来。哎，慢点啊！看上去心情不错，一点都不留恋长安吗？将来会不会怪我叫你做不成这幕后宰相？权力谁不喜欢啊？可惜严君宪太不谨慎，招惹了卢凌风和苏无名这两个人，可太不好对付了。时日一长，我在背后操纵水机，怕也是要被查出来，那我可就亏大了。与其心怀忐忑，冒着风险，等待那不一定能成功的未来，当然不如携家人重返故乡，当个快乐的大富商啊！只是在今日，商人呐，确实被人从骨子里不屑。但我想，总有一天会被世人仰望。昨夜，你说你要告诉我你以前的身份，想听吗？想听啊，期待至极。听说过江湖第一刺客烽火燎城的名号吗？就是你。我本商人出身，却好刀喜剑，于是拜师学艺12年而功成。当时江湖上最大的刺客组织是血滴，我加入不到3年，便名扬天下。原来你真的是烽火燎城，我从小就听说过这个名字。哦，这10年间呢，死在我剑下的人不可数，但毕竟杀戮太重，我也厌烦了，便带着重金归隐故园。回到岭南后，发现家族败落，于是接下生意，5年便东山再起，富甲一方。但当个商人呢，非我之志也。我最渴望的是考取功名。我读书甚好，能过目不忘，但却在商级而科考资格审查甚严，不可能蒙混过关。所以，我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计划，开始培养水机。主人，您的意思是让我替您考取功名？你虽是我的仆人，但既不是奴籍，更不是商人之后，所以从今日开始，你只管读书，一切听从我的安排。主人，您信得过我水晶？我暗中观察你，并非一日了，要心无杂念的读书，争取3年，考中进士。但你不能再叫水姬了，以后你就姓严吧。我再帮你想个名字，严君宪。这水姬啊，还真是个读书的料，一个放牛的，3年高中。这说明南方人，特别是我们岭南人，不比中原人差，绝对不是没有读书的天分呐。可没帮我多洗点薄荷叶。废物！这岭南遥遥，要走多久才能回到故园啊？你我相伴，何愁前路迢迢啊？可这一路上，并非你我二人，岂不扫兴？莫非明郎在岭南独缺这一个做过官的水姬？不缺，家奴有的是，没把他留在长安，是怕人发现他的尸体。你我走得不逍遥啊。那现在，停一下。就把他留在这儿吧。
明兰可是口渴了。是啊，要是嘴里能嚼点薄荷叶就好了。我刚才看到那边有野薄荷，我去给你摘过来。啊？明兰，你看，我给你采来了。这是在哪儿摘的？我怎么没看见薄荷？要不说我眼睛好呢，第一眼就看上你了。难怪当年水姬被你迷得神魂颠倒啊！你呀，真是天生尤物啊！人生如梦，说的就是我此刻的感受啊！哎，先干正事儿。哎，他好像还有话要说。主人，你放了吧，我跟你回岭南，继续做你那家奴主人。美人，你说呢？你们主仆二人之间的事情，我不便插嘴的。红药，你替我求求情啊！红药，我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也都是为了你啊！红药，真是痴心妄想。他与你只是逢场作戏。7年前，他第一眼看上的就是我。这怎么可能？那个时候我是主，你是仆，他怎么可能会？严君羡，刚才明兰还在夸你会读书，现竟蠢到如此地步。我若是明兰，定把你活埋了。没错，不埋他，我会费力挖这么大的坑。主人不要埋我！主人不要埋我！主人，红药，你替我求求情啊！红药，主人，你看在我跟随你多年的份上，你饶了我吧，主人，我错了，主人。要不饶了他？现在来不及了，经此一番，若还让他在我身边，万一他找着机会，在我天天吃的薄荷叶上下毒，那我岂不是会死得很难看？水姬，你本来连个姓都没有，是我给你起名叫严君羡，可你不听话呀，还想杀我。回到岭南后，我会给你建一个讲究的衣冠冢，毕竟你也在县城里让我当了一回幕后的县尉，让我过足了瘾呢。哎，对了，这衣冠冢上我就给你写上盐水鸡，如何呀？盐水鸡不是道菜吗？可惜呀，它不争气，最终成为一道菜。主人，不要埋我，主人！红药，替我求求情啊，红药！
我不盯着你，盯着这个将死之人啊。你好像说你是幽州人。对，北地幽州。您郎去过吗？倒是去过一次，好多年了。红药，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。红花的红，芍药的药。不是，是血红的红，要命的药。你可真会开玩笑啊！你这眼神，我好像见过。19年前，那时我7岁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杀我？我是刺客，收钱杀人。卖凶之人必姓严。我只有那么一个仇家。当年我在高唐为官，那严贼是我的上司。那一年大河泛滥，恶殍遍野，严贼竟侵吞朝廷赈灾的钱物。我实在不忍灾民被饿死，才告了他。我只管收钱杀人，不问缘由。你不必浪费口舌了。你敢留下姓名吗？刺客不留名，但我的绰号，江湖上无人不晓。烽火燎城，江湖第一刺客。死后可做冤魂寻我，但我不怕，因为我连鬼都杀。大侠，我求求你别杀我爹！红药，别过来，快跑！不用跑，雇主没给我杀你的钱。幽州风雪之夜的红药。那时的我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孩。你这天下第一刺客，果真没有记住我的名字。竟是仇家。那你费尽心机跟他在一起，嫁给孟不疑，这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靠近我，然后报仇。我不会武，只能如此。可你为何要现在坦白？难道是想跟他一起死吗？死的人会是你。怎么样？我的苦肉计厉害吧？我给了红药天底下最毒的毒药。我刚才看到那边有野薄荷，我去给你摘过来。
先办正事儿。你平时太多疑了，我给你洗的薄荷叶，你都要自己重新再冲洗一遍。不如此，我们怎么有机会杀了你？红友，你可知我对你？红友，快救我！想毒死我？你们俩都得陪葬！狗东西，骑在老子头上那么多年，老子终于有机会埋了你了！侯阳，该如何感谢我呀？那日在我家，你若不是提前吐露心声，死的就不是张三，而是你了。侯阳，我们离开长安吧。我愿意随你回老家，幽州对吧？再苦再寒我都不怕。你不做官了？不做了，那本来也不是我的官。此话何意啊？你还记得我身边有个仆人叫明石吗？这些年，我一直做他的木偶、傀儡，无时无刻不被他控制。与其说是在做官，倒不如说是在受难。我生不如死。莫不仪不是在夜职吗？进去，快，进去。无所谓了，都过去了。我要回到长安，继续做我的太医城了。那浅飞的官袍一定会变成深飞，继而是紫衣。我水姬有朝一日一定能做到大唐的宰相，做不受任何人控制、不需要看任何人脸色的大官。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县城，我就是个8品县尉。但冥冥中，命运的大门始终等着我。等我一点
地开启它，那种感觉太美妙了。那我呢？当年为什么要嫁给孟不疑？我不嫁孟不疑，我如何等到你回来？你若不嫁，我此回长安，定能把你从平康坊赎出来。才子佳人，再续前缘多好。现在说这些有何用？我问你，此刻如何待我？我只能说声对不起了，红瑶。你得死在这儿，不然你早晚会把我的事情败露出去，那将影响我的仕途，影响我的前程，影响我光宗耀祖。你要杀我？我当然不会承认。这是明石的剑，不是天下第一刺客烽火疗城的剑。你下毒害了他，他一剑杀了你，你们俩同葬此穴，岂不正好？如此邪恶，与明石有何区别？我比他更能忍。我出身卑微，若不忍，哪有今天？童瑶，你以为我恭维了你，放弃我大好的前程？其实我对你不过就是逢场作戏。当年我要不假装与你缠绵，他早就能够看出我的野心。那我如何还能够活到今日？如何又能等到他出现，入我平步青云？我不甘心，我不要死！来不及了，一切都太迟了，我也舍不得。但是不要，没有办法。若是个习武之人，即便避不开，也会稍加躲闪，不至于射得这么准。怪我忘了他根本不会武。长安最好的暗探，非樱桃女侠莫属。我记住啊，要一直跟到最关键的时刻再现身。本与你是天涯同命人，只是现在换了身份，需拿你回雍州府见官。严君宪，怎么回事？禀卢参军，奉苏无名之命跟踪孟不疑，结果发现这个严君宪颇为可疑。继而跟踪严君宪，发现是仆人明石绑走了孟不疑之妻红药。明石在何处？在坑里，被严君宪下毒，并以匕首刺杀，可挖出来带回去验尸。这个明石另有身份，便是号称天下第一刺客的烽火疗城。那这个严君宪穷凶极恶，埋了明石后，欲杀死红药。灭口，我谨遵苏无名叮嘱，不到最关键时刻不得现身。可他要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，我不得不出手。只可惜袖箭射得太准，没能留活口。不过我已到多时，通过严君宪与明石的对话，可判断这一主一仆，亦或说一仆一主，皆是恶人。特别是明石杀人如麻，罪恶滔天，而红药是无辜受害者。先将其押回雍州府审问后再做定论。是。
孟令史，哎呀，孟令史，我看见你家娘子了，在哪儿？被2个人压着，好像奔雍州府去了。我为父守灵3年，学琵琶3年，13岁行走江湖，打听烽火疗城的消息，后得知他归属于血帝，那是一个恶名昭著的刺客组织，就隐匿在长安城。于是我便来了。为了生计，我只能进平康坊。后来打听到，烽火疗城早已退出江湖，不再做刺客。我以为此生再无报仇的机会，直到……不行，我们看看。啊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来，快去。我黑黑就喜欢这个。当时我并不能确定他的身份，毕竟从刺客变成了一个仆人，所以我便开始千方百计地找机会。为了洞察明石的底细，而接近严君宪。正是，明石这人向来谨慎，几个月下来，我都没有办法接近他。而严君宪嘴也很严，即便被灌醉了，也不会说出明石的原本身份。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，他的仆人或者说他的主人曾经是个刺客。后来，严君宪不辞而别，我绝望极了。想到再无机会替父报仇，便想了结了自己。父亲，女儿没能为您报仇，我也没脸活在这世上。不要！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我想，也许就是神灵的启示。他们是同窗，我只要嫁给孟不疑，有朝一日，严君宪回到长安，我就还有机会。果然，7年，我终于等到他们回来。怎么不说了？继续陈述案情。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后面发生的，你们不都知道了吗？趁孟不疑夜值，你约严君宪来到家里，想要杀了他，继而引出明石。默认了。那孟不疑当是你的同伙，因为那条能杀人的一品子，就是他藏在柜子里的。我不知道什么一品子，孟不疑更不知我所做之事。前番所述，皆为洪耀一人谋划。所以张三也在你的谋划之中。是，都有仇，就一起杀了。洪耀认罪，大仇已报，虽死无憾。何人击鼓？薛系长，去探。是。孟不疑，为何击鼓？来抓我！我是杀人凶手。击鼓者孟不疑带到。孟不疑，不到12个时辰，你已3次击响雍州府登文鼓，这次又是何缘故？我来自首。户部令史孟不疑杀恶霸张三，现前来自首。你杀了张三？对，我杀了张三。我最近常精神恍惚，
也闹不清我是写志怪写的，还是因为我失眠多梦闹的。我怀疑这红药与那严君县私通。那天夜值，我眼皮子一直在跳，我越想越不对，于是便返回家中。虽捉奸未果，但我却发现了一对男靴就藏于我家床榻之下。我当时碍于面子，并未当面揭穿。我抱着纸卷离家之后，越想越气，于是我便又返回家中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奸夫竟是卖羊汤的张三。我一怒之下抓起了剪子。我身为进士，又供职于户部，却因怨生恨杀了人，当罪加一等。可是有人看到，是洪耀持剪刀行凶。谁啊？可是那个白发小贼阿将，号称寄居郎的龌龊之徒。哎呀，他的话要是都能当呈堂证供，那便是我雍州府的耻辱，我大唐的耻辱啊！伦令峰，你频频探破诡案，名声倒是大得很。怎么的？我今天来自首，你不会是怕我抢了你的风头？我已认罪，愿伏法，当从速结案。哎呀，孟令史认罪，这是好事啊，但证据需确凿，所有的细节需严丝合缝，唯有这样，卢参军才好结案嘛。要什么证据？作案凶器，那把剪刀现在何处？我丢了。丢哪儿了？曲江之中。曲江那么大，你是在哪儿丢的？用了多大劲儿？扔了多远啊？我黑灯瞎火的，谁记得住啊？在太医署药园，一棵很高的天麻下，我亲手埋的。红药。郎君，你对我恩重如山，此生无以为报，就别再替我顶罪了，好吗？我求你了。娘子，张三曾奸杀青青，她是我阁楼的姐妹，亦是我亲眼所见。那是在多年前的平康坊，凶器就是一把剪子。事后也有人报官，却因证据不足，让那恶霸逍遥法外。你既然亲眼所见，为何不指证他？我不敢。我观你今日不像怕死之人啊。我不怕死，我怕的是若遭报复，便再无机会为父亲报仇。可这些年过去了，我始终觉得我对不住青青，想到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杀死张三，就是雇佣刺客。可是我需要钱，我便向孟不疑要，他始终不肯给我。郎君，我知你自有家贫，又是小吏，月俸少得可怜。我没与你说明缘由，你不给我银子，我亦不怪你。后来我发现，锦绣绸庄老板钱正每日都来小广场看我弹琵琶，男人的眼神，我还是看得懂的。有人！对不住。是我对不住。杨子避雨啊。那我们一同避雨如何？钱老板，衣裳都湿了，就别再穿上了。
别着凉。娘子，你的衣裳也湿了，不如我生堆火，一同烤干。我向钱正抱怨嫁给孟不疑的委屈，并暗示会与他相好，便顺利地借到了雇佣刺客的银子。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请孟令史休了我吧。你心善，勤俭持家，应得良人，子孙满堂。你胡说什么？是我杀了张三，与那钱正毫无关系。他孟不疑还不给红药钱花，娘子生得如此美丽，不应该有最好的首饰和衣裳和她相配吗？那日我约严君仙，想套出明氏真实的身份，谁知这张三突然来敲门，逼着我要银子。我想定是我雇佣的杀手无能，露了马脚。我确实还有银子，本想妥协保命之际，孟不疑回来了，我就让张三藏在了柜中。我支走孟不疑后，便送严君羡先走。返家之时，发现张三躺在了地上。我想，这不正是机会吗？我与青青姐妹情深，昔日出入平康坊时，她最是照顾我，便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，用张三杀害青青的手段。杀人者红药，与孟不疑无关。你仿佛交代了，却又刻意隐瞒了一些。我问你，一品子藏在柜中，你可知？有蛇？不知。若有，定是他自己爬来的。我家离曲江很近。一品子可不是普通的蛇，且孟不疑也已交代了，欲利用蛇行凶的企图。看来你夫妇二人，并没有机会串供啊。好了，我来还原一下。7年前，孟令史救了欲轻生的红药，后二人结为连理。按孟令史说，前2年甚是和睦，后渐生冷漠，时有争吵，故红药常去广场弹琵琶，乃见张三开了店，卖起了羊汤。想到姐妹之死，欲请刺客代为报仇，可孟令史吝啬钱财不与，红药便与那钱正短暂相好。后来便有了钱正请宅门探子老猫，请到了孟令史头上的去世。你那相好的叫什么名字？红药。我想，此事过后，你二人就开诚布公了吧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只是因为我没带你去游过长安城，还是因为我给的钱不够家用？你若是想要锦衣玉食，那你为何要嫁我？红药并非不甘清贫，只是怕日后再无机会替青青报仇。我推测，红药已将自己的身世遭遇，以及明时就是刺客烽火疗城的事，全盘托出。在红药的推断中，严君羡亦是仇人，
因为他父亲曾经说过：“买凶之人必姓严。”可孟令史的态度，我推断为：娘子之父便是我孟不疑的丈人，血海深仇当报，但你何必搭上自己的性命？我虽下了舍命的决心，却也没有想好该如何复仇。郎君说的如此轻巧，是在嘲笑我吗？不，娘子勿恼。且听我慢慢说来。孟令史的计划是将严君宪引到自己家，以一品子杀之，然后再藏匿其尸体。那明时必定来寻，届时你二位只需躲起来，一品子就会替你们报仇。我猜的没错吧？这计划甚是周密，只可惜洪耀雇的那个刺客，严挺，你他娘的真当刺客了？我哪有那个胆儿啊，三爷！钱哪来的？说，不说我宰了你！阿将的银子引来张三敲门，而洪耀以为是孟不疑。在你们原先的计划中，是要把严君宪送入柜子中，可巧严君宪吐露心声，说出了自己的身世。他只是个傀儡木偶，本名水姬，并不姓严。故而，你生起了怜悯之心，将严君宪藏在床榻之下。令你没想到的是，来人并非孟不疑，而是张三。怎么是你？要是不说出你家银子在哪儿，我就掐死你！孟不疑之所以回来晚了，是因为老书吏一直缠着他，给他讲蛇妖的故事，这令节俭半生的你花费不少。毕竟一坛老酒也是要些钱的。之后，我的推断是：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？你不是叶直的吗？你看什么？你是回来捉奸的吗？白夫人，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你告诉我说你在户部做官，但是令史只是一个小打杂的，且光是在户部就有5、60个，职位卑下且不入品阶。你到底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谁骗你了？令史虽小，但职责颇重，那也是9品。得了吧，留外品阶跟留内正官能一样吗？你居于令史位上7年，你但凡以我为念，就不会天天去写那些志怪而不思进取。休了我吧！你说什么？休了我！我休了你，好让你跟严君宪破镜重圆，没门儿！我说的没错吧？
若你二人稍漏破绽，那张三就会从柜子里出来，大开杀戒，而那严君宪则会趁机逃走，从此洪耀报仇无望。张三所经历的，昨日我也经历了一回，幸亏有费老神医在，不然无命休矣。阎郎，快出来！血！快走！这位上官如何称呼？苏某非官，狄公弟子苏明是也。狄公，当年我父亲被姓严的贪官诬陷，亦是狄公拨乱反正，才让他走出大牢。如此说来，是故人之后。苏先生的推断不失精准，洪耀敬佩不已。罗参军来青龙坊里案时，我就见过，110方都在传你的美名。长安有2位的守护，是百姓之福。洪耀认罪，心服口服。洪耀，郎君无罪。那蛇养在家中已久，并非刻意而为。你要好好活着，若有来生，叛君还能娶我为妻。若有来生，我孟不义愿与娘子两小无猜，朝朝暮暮。这哪里是在公堂之上，这分明是在看戏听书啊！我老费鼻子都酸了。我的苏山店还没开张呢，被老板做买卖去了。我又请了多位仵作联手在此验尸，我们共同推断，张三死于窒息，也就是说，他是先被蛇勒死的，故洪耀以剪刀刺死张三，罪行不成立。多谢苏先生大恩，救我娘子性命。但即便张三已死，以利器刺尸体亦有罪。我知道，当如何判罚？新帝登基未久，正严整风化，毁尸者至少徒3年或情刑。我家娘子容颜美貌，她生性喜好热闹，若容颜被毁，你说她日后怎么去给人们弹琵琶伴奏呢？
我这人吧，生来无趣，不会哄娘子开心。若再不能出门散心，您让她此生如何能得到快乐？故我想请裴小姐给她带话，我愿等她3年，请她切莫选择情形。王不疑，拜托了。红药做主，此事不能听父亲的，请尽快对我实施情形，越快越好。人生苦短，若能早日夫妻团聚，这情形的疤算得了什么呢？红药，红药，二位恩人莫再劝。如今大仇已报，唯对不起孟老，怎忍心再让他等我3年？我意已决，请裴小姐代为向卢参军禀告。红药感激不尽。娘子，请看，这就是我们的新家。苏远，为何叫这名字？娘子的乳名叫阿苏，对吧？我从未同你说过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打听到，户部员外郎邱仙曾与丈人是同僚，便前去拜访。邱老盛赞丈人，还说你是丈人老来所得，而且在你出生之时，他去喝过喜酒，故知你的乳名。你虽不是正官，但也是堂堂进士，这么多年攒了些钱，好不容易置办了新宅，应叫孟宅才对，不应该用我的名字。哪有你的我的，只有我们的。苏远，我喜欢这个名字，而且我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了。别，娘子，被别人看见了。你是嫌我额上疤很丑，怕别人笑话吗？那不是。那你怕什么？不怕。这么大的宅子，这一定很贵吧？你这些年攒了多少钱？也不都是攒的，也有最近赚的。仅那一条一品子，娘子可知，我就卖了6万钱。真的？还有，我把我们的故事都写进了志怪，那书铺里都抢疯了。是吗？当然了。我想告诉你，我不当官了。当官有什么好？像严君县那样当官当的良心都当坏了。我就做小吏，做小吏不错，可以写志怪，还可以捕蛇，这些都是外快。至于宅门秘室的探子，我不干了，给多少钱我都不干了。好。我父亲是，这是裴小姐的妙笔，根据邱老回忆所绘，我亲自选的纸张，并亲手装裱。娘子可还满意？满意。父亲，丈人，大仇得报，您可以安息了。此后余生，小婿孟不疑定会照顾好阿苏，请丈人放心。哦，娘子，我新学了一门手艺。这是你要刺花，为我遮盖这疤。嗯。娘子有所不知，昔日上官婉儿受情刑，后赐梅花于额头，更美过于从前。红药之容颜，不输上官昭容。我虽刺花手艺不精，但我一定会用心雕琢。娘子可信得过我？信，我当然信。小军中，满柴换
久，此人可交也。是啊，只是那娘子刚受了情刑，那额头，你说咱看是不看呢？多少有些尴尬。哎呀，苏园，就是这儿了。孟令使可在否？卢凌风、苏明等前来道喜。在。红药，你好美啊！这朵牡丹何人所赐？丹青之精妙，远胜于我。是郎君所赐，他特意为我学的。不愧是孟不疑啊！孟令使啊，孟令使，你再一次让我们出乎意料。哎呀呀呀，妙啊！孟不疑携爱妻红药，拜谢各位恩人。戚戚复戚戚，嫁娶不须提。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卓文君的《白头吟》，只听这4句，倒是对美好爱情的向往。今夜太安静了，静得忘了与君对坐，却念起了别人的诗。喝杯水吧，应该不会太烫。今日贪杯，还要你照顾我。惜君海量，毫无醉态，只是我平时对你的关心太少了，尤其是跟孟不疑相比，全长安城的男子恐怕都要汗颜了。原本不完美的人生，遇到了孟令使，算圆满了。我好替红药开心。我也是。你真好，宽严相济，既捍卫了大唐的律法，又许人间春色。喜君，你们看，咱这苏山店开张没多久就赚了这么多，就是赚的太多了。我换成了银艇，少占些地方。还是因为我老板当得好啊，是不是？照这样下去，在东西两市开分店就不用等明年了。开什么分店？依我看，先把这银艇分了。分？怎么分？那自然是，虽然我没出资啊，但我毕竟是老板呐，我也不贪心。我先分一半，剩下一半你们分，如何？这还不贪心呐，费叔。虽说你是名义上的老板，但本金是喜君出的。他为了开店，还卖了一处宅子呢。樱桃，济世公呢是怕我们乱花钱。还是喜君慧眼，老费跟咱们开玩笑呢。他一个散仙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散者无拘无束也。你怀里揣着这么多银挺，不是辱没了散仙2字吗？我说的没错吧？
没错，我说要分一半，那不是为了给你们攒钱吗？你们这些年轻人，花起钱来大手大脚。樱桃，一有钱就买好吃的，一买还买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喜君，给雍州府画像，从来就没要过1分酬金，对不对？那每天买笔墨颜料，那不花钱的那个。苏明，你没事就去逛书铺，一逛就买很多书，这不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吗？哎，老费，你刚刚说的这些开销，好像还没有你喝一顿好酒花的多吧？就是，嘿，小秀花，你会不会说话？我打你，你信不信？哎，你试试，雍州府旗长薛环，若是被人说打就打，那卢参军的面子往哪儿放？这小薛环自从当了大旗长，这越来越俊俏了，是不是？行了，看来这开苏山店不仅没有把本钱赔光，还赚了这么多，做生意还真的挺有意思。罗某先恭喜各位了。薛环，时辰到了，去贡献。我去备马。哎，别走啊！我说，这六合苏山店6个人都有份的，你们走了可怎么分呢？别。走了更好。啊，他们2个都是官家的人，不适合分钱。现在咱们只要分4份。鉴于我是老板，能不能稍微多分一点点？鸡师公当老板辛苦啦。故儿，昨日我在西市，特意给您选了礼物。什么呀？你自己看看。这银壶还留了金，工艺如此绝美，这得花不少钱吧？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大唐鸡公可在？哎，在。公主所赐大唐鸡公之名号，已打造成金牌。金牌，我等了有些日子了。奉命送到。多谢公主。快来，快帮我打开，我看看。大唐鸡公，各地献鸡，大唐镇国大长公主赐。嘿呦，想我费翘费英俊。平生最喜吃鸡喝酒，持此金牌，不管走到哪儿都有人献鸡。还有喜君送我的银壶，不管放里边什么酒，都是玉液琼浆。哎，那个不分了，不分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费英俊要钱何用啊？哎呀，老费啊，老费。你这是双喜临门！来，我们一起恭喜费老板！祝贺费老板！义兄，我们赚的钱还是要分的，义兄可得1半。哎呀，使不得，这哪行啊？不是给你自己的，义兄身为暗探总监。雍州府却没有太多钱经营情报，怎么助力我长安太平？你是要用自己的钱填补雍州府？不是填补，日后义兄一定会为长安编织成一张庞大的暗探网，搜集各种重要情报，辅助雍州府探破一桩桩诡案，甚至是关联涉及朝廷安危的大案。到时候肯定会有重重的奖赏。现在用的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？不对，此事你是不是之前跟卢凌风已经商议过了？就是他提议的。原来如此，
可真是鲁林峰的贤内助。不过义妹放心，苏某绝不会中饱私囊，所得钱全部用于经营情报上。也希望这些情报能保京师安定，能保我大唐社稷稳固。若真的因此得了奖赏，自当双倍还于义妹。以义兄的人品、智慧、魄力，孰敢有疑？苏剑的意思我懂，钱就不用先给了。怎么？嫌少？哎，那倒不是。我呢做珠宝生意，在长安有100多处宅子。那你还做暗探？因为我元宝就喜欢探听消息啊，他上瘾，所以我宁可赔钱，也要花重金买到上好的情报。不过，不瞒苏剑我以前宅子更多。这些年兼职做暗探，已经赔了好几处了。哎呀，精神可嘉呀！来，苏某敬你。我也敬你。哎，那儿有个人。姑娘，这是作甚啊？有什么想不开的呀？啊？就是啊，看你生得如花似玉，怎么就想死呢？世间大路千万，随便走，唯独死这条路，可是回不了头的。是个盲眼人，可惜了。姐姐，即便看不见，也不用寻短见。我的眼睛好，可为姐姐引路。我看他这儿还有把琵琶，也不知他是真会弹还是假会弹，可不能拉他入伙。她长得这么美，他若是来了，岂不是把我们的风头都压了下去？美虽美，终归不年轻，眼又盲，班主才不会喜欢他呢。就你聪明。这是暗探给回来的最新消息。墨影幽燕，对，昔日在刺客组织血滴中与烽火燎城齐名，但更为凶残，每行刺必将目击者尽数杀光，故至今无人知其相貌。这血滴的卷宗，我在大理寺也曾看到过。墨影幽燕，仅在长安就有94人死于其手。墨影应制黑衣，幽燕莫非是善用火之辈？据传闻，这刺客杀人时只穿白衣，甚至都没有人知道他是男是女。此番若真敢入长安，卢某必擒之。待砍头之日，让长安百姓观礼。就是他。我这个味道好吃。您的苏珊。就是你呀，听说口气不小啊。老板，我们等半天了，快谈生意而已，打算明日包了苏珊店，叫你们上门，到我们阮氏酒楼现场做苏珊。想吃苏珊，上这儿排队来，让我们上门，不去。虽说我们是做买卖的吧，但
但我们毕竟是做买卖的，是吧？哈哈，这个上门做苏珊也不是不能商量。姑娘，我就说嘛，谁会跟金银过不去？金饼，你们店生意不错，我们老板您慢走，特赏金饼1枚，补偿你们停业的损失。哎呀，这上门做苏珊没问题，就是没必要停业吧？我们这儿工具和人都够了。不行，我们酒楼明日宴请3位贵客，我老板想，马上就能排到。明日之长安，除了几位贵客，没有人可以吃到苏珊。这有点过分吧？每做1份苏珊，我们给你10份的钱。100份也不行。我老费可以为冰冷的金银动一动身子，但绝不能为会喘气儿的什么贵客折腰。他吃苏珊，长安的百姓就不能吃，他贵在哪儿啊？就算是皇亲国戚来了，也不伺候。轰出去！出去吧，出去吧！你们给我放开！他不是皇亲国戚，我们老板请的是高达和王佑博2位大诗人。什么高达低达的？就算是王勃、陈子昂死而復生，要吃苏珊，也得问我费老板高兴不高兴。轰出去！等一等，刚才是不是在说高达、王佑博？总算来了个明白人。这位姑娘，我乃开远门边阮氏酒楼的掌柜，我们老板阮大雄明天将宴请高达和王佑博2位大诗人，故请你们停业1天，到我们酒楼现场制作苏珊，以表达对诗人的崇敬之意。大唐人人都是诗人，他有点名气，被叫做大诗人，我可以高看他一眼，但也不能太过分吧？并不过分。这高王2位诗人那可不同寻常啊，未来的成就恐怕会超过4杰。你给我下来！你是有所不知啊，如今大唐论诗，若说出3位在世诗人的名字，那其中必有这2君，故阮家酒楼的老板以超乎寻常之礼待之，亦不为过。再说了，咱们这苏珊店开张都1个月了，伙计们1天都没歇过，虽无怨言，但咱们当老板的也不能这么干啊。可是，听我的，那个掌柜的贵姓啊？鄙姓侯。侯掌柜的，这家苏珊店我能做主，你回去转告你们家老板，能到阮家酒楼现场为高王2位大诗人制作苏珊，是小店的荣幸。明日午后魏正时分一准到，不耽误事儿吧？时间正合适，我可以回去跟我们老板复命了。定金收好。好，慢走，明日见。我是老板。